俄乌冲突以来，全世界都感受到了强烈的共振。美方的放肆制裁不仅导致股市暴跌、油价疯涨、粮价攀升，而其中有色金属也卷入其中，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紊乱。那其中小众有色金属镍就成为了风暴的中心。3月7号、8号，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镍价接连超异动，致使伦敦的镍期货交易停牌。而尽管采取了特殊的手段，那镍价的异动所带来的蝴蝶效应也尚未看到终点。而这将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3月7号，伦镍从29770美元每吨提升至55000美元每吨，盘中最大涨幅超90%。第二天攀升势头不减，从6万直线飙升至10万美元每吨。随后，伦敦金属交易所宣布，在伦敦时间早上8点15分起暂停镍交易，伦镍价位最终定格在8万美元每吨，单日涨幅一度扩大至103%，创历史新高。由于2007年5月以来，伦镍的最高点才5.18万美元每吨，因此舆论纷纷认为这一天注定载入期货史册，并成为期货交易史上的经典案例。不过，伦镍合约已从伦敦时间3月16号早上8点开始恢复交易，并设定每日价格波幅上限为15%，但触及价格限制不会自动暂停交易。在期货市场上，拥有大量现货的企业通常会采用做空来保护现货的价格。有消息称，世界上最大的镍生产企业、世界500强中国企业青山控股集团，在伦敦金属交易所镍品种上做空套保。在期货市场中，做多的一方将镍价不断抬高，从而逼使做空的一方平仓，这或将使后者损失几百亿，甚至直接破产。因此，镍价暴涨时的青山控股集团可能存在巨亏的风险。这场疑似逼空事件有多个蹊跷之处，舆论质疑有人为的因素。据中国证券报称，即便在伦镍库存供应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单日出现如此巨大的涨幅，也很难从供需角度去解释，背后或存在逼仓因素。市场传言称，青山控股集团持20万吨镍期货合约空单，由于俄镍被踢出交易所，无法交割，青山控股集团即使被称为世界镍王，也可能交不出现货。3月8号，普京就签署一项在对外经济活动领域采取特殊措施的总统令，要求在今年12月31号前禁止特定种类食品和原料的进出口。相关食品和原料清单将由俄政府确定。其实，俄罗斯的镍资源并非国际市场大头，俄镍出口被关闭，影响并不大。市场猜测，或许有欧美商品期货巨头想趁机逼仓中国的青山控股，要其在印尼镍矿的60%的股权。曾有传闻称，这个猎杀者就是总部设于瑞士巴尔的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巨头世界500强企业佳能可。印尼是全球镍储备量最多的国家，印尼的红土镍矿储量就占到全球总储量的18.7%。青山控股拿下的矿山每年镍产量为30万吨，几乎是中国年镍产量的一半，占全球年镍产量的12%，生产能力居全球矿业企业之首。不过，佳能可已在3月8号予以否认，表示要青山集团印尼镍矿60%股权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而青山集团董事局主席向光达则回应，青山是一家优秀的中国企业，目前仓位和经营都没有问题。3月15号，青山控股集团发布声明称，青山控股集团已经与由期货银行债权人组成的银团达成了一项静默协议。在静默期内，各参团期货银行同意不对青山的持仓进行平仓，或对已有持仓要求增加保证金。作为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山控股集团应随着异常市场条件的消除，以合理有序的方式减少其现有持仓。不过，此次事件也折射出了市场对镍资源争夺的一面。近些年，美国也提升了镍资源的战略地位。2022年2月22号，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美国关键矿物清单，新清单包含了50种单独的矿产品，新添加了镍和锌，去除了氦、钾、锾、锶。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最新报告，2021年镍的产能主要以印尼、菲律宾和俄罗斯为主。2021年，俄罗斯镍矿产量25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9.3%，是世界第3大镍生产国。同时，俄罗斯镍矿储量位居全球第5，镍板出口量则位居全球第1。
因此，受俄乌局势影响，俄罗斯镍生产及运输受限，俄罗斯有约15万吨的量无法供应市场。摩根士丹利估计，镍价飞涨可能导致一辆电动汽车的生产成本增加$1000。巴伦周刊3月8号的一篇文章指出，仅镍价就可能对特斯拉的毛利率造成2%的不利影响。3月10号，特斯拉涨价消息再度传出，有特斯拉销售人员对媒体表示，特斯拉因为原材料的问题涨价了，现在在国内订购特斯拉最迟要到今年8月才能交付。目前 Model 3高性能版、Model Y 长续航版和高性能版均涨价1万元。多名业内人士向媒体表示，除了因油价带动特斯拉在欧洲的需求量以外，特斯拉此次涨价与原材料镍、氖气的供应都有关。实际上，由于俄乌局势影响，除了金属镍，全球钯、锑、钒、铂、钛、铝、铜、镁等有色金属的供给都存在潜在风险。据媒体报道，美国芯片制造业90%以上的半导体及氖气供应来自乌克兰，而在全球这一比例也达到了70%。美国还有35%以上的钯元素来自俄罗斯。钯主要用于传感器和存储器制造，并作为一些封装技术的电镀材料。俄罗斯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属钯的生产商。俄罗斯金属钯储量大约是全球金属钯储量的40%。俄罗斯金属钯生产一旦限制，国际市场上很有可能会出现金属钯供不应求的局面。实际上，中国在有色金属产业综合实力也显著增强，但在过去多年，中国也曾受到美国的狙击。比如说，作为工业维生素的稀土元素，其在国防军事、航空航天、精密仪器制造和电子产业发挥重要而难以替代的作用。中国稀土供应量约占世界总需求的97%，这令美国颇为警惕。因此，美国希望尽快建立一整套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包括开采、分离、后氧化复合处理等在内的完整的稀土产业链，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甚至渲染中国将稀土视为贸易筹码，进行稀土外交。为对抗中国，美日印澳正组建稀土联盟。去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政府对稀土等关键产品的供应链进行风险评估。而澳大利亚也在伺机而动，启动了一个关键的矿产促进项目办公室，旨在为开采稀土和建立下游加工项目提供资金，还和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以及韩国建立了合作关系。此外，美日印澳预计还将起草相关国际规则。国际组织国际能源署打算制定规则，阻止所谓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我们的话语权一定要建立在3点上：加强研发是核心，也就是提高我们的研发能力，我们的话语权就高。第二，我们一定要加强开采能力，开采能力强，也就是我们的战略储备高，那么就会具有很大的市场的拥有能量和影响力。因为话语权来源于你的影响力。而第3点就是我们的资金的雄厚，只要有雄厚的资金的话，我想在国际市场上还是谁钱多谁说话会有效。那么在制定规则方面，我们应该先下手为强，我们的规则不能等别人定了我们再跟定或者再跟着改，那是非常困难。我们知道，俄罗斯在整体有色金属供给中是占着重要的位置。那近期除了镍期货的价格之外，包括铝、铜等等有色金属的价格也发生了剧烈波动。那这些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俄罗斯在有色金属出口方面有着怎样的优势？首先看到俄罗斯在有色金属和个别的稀有金属的这个供给还是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由于俄乌冲突，特别是西方有可能出台限制购买俄罗斯这个商品的这样一种政治决定，可能会使得市场一定时期会有一种短期的非理性的一种波动。制裁才是影响市场的最大的因素，而不是战争。众所周知，中国是稀土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也是最大的稀土出口国。那此前呢，美国曾经拉拢日、印、澳等等国家，试图重建产业链，来抵消中国稀土产业的竞争优势。那么这一次，美国会不会利用相似的手段来对付俄罗斯呢？那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样值得警惕的地方？林先生，就是说，假定说，如果双方不互相信任的话，那你肯定不愿意把这种比较关键性的资源放在某一方的手里。
所以今后呢，自己呢，把自己产业链呢建起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个大趋势。包括我刚才讲的说，欧盟已经有计划要脱离俄罗斯的油气。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无论俄乌冲突以何种方式收场，欧盟的这个就是想尽可能离开俄罗斯油气的这个打算已经在那了，而且今后可能会抓紧时间进行。最近有观察指出，美国对俄罗斯实施能源禁运、经济制裁双重打击，标志着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进程倒退了一大步。美国为首的西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俄罗斯排除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呢？那这对于全球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是长时期的制裁，而且这个制裁是有效的话，这供应格局是会改变的，因为你必须有国家来弥补俄罗斯的这个缺口这个供给的缺口但无论如何，我觉得那个俄乌冲突以后呢，整个大宗商品的市场是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说生产方、需求方呢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最近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俄国的一家钢铁厂由于天然气价格太高，导致电价太高，所以停产了。那么这个它停产会影响下游，所以呢，这个对整个产业链除了说从产业链的最上游往最下游走，它是会影响的。那么呢，油气价格也好，大宗商品价格也好，最终都会影响通货膨胀，进而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